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看到我前面这一台就知道，没错，今天又要来开箱49寸32:9超宽曲面萤幕啦。随着 QD OLED 方案逐渐成熟，各家萤幕大厂们也陆续带来了自家顶级的 QD OLED 超宽曲面萤幕。在我前面的这一台就是来自技嘉今年在 CES 2024上带来的49寸32:9 QD OLED 电竞萤幕。这其实不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它了，第一次看到它是在技嘉的 CES 的展场里面。当时看到的第一感想就是，虽然萤幕本体没有光害，显得朴实无华，但丝毫不减这块 QD OLED 显示效果的风采啊！尤其展场灯光略暗，在一排产品当中，这块巨大的 QD OLED 显得更加通透，完全盖不住这一块超宽萤幕的光芒啊！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今天就带大家来看技嘉这一台49寸 QD OLED 显示器的实际显示效果、数据表现到底如何，也跟大家详细聊一聊上手1个半月左右的使用心得。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首先，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。这次我们开箱的是来自技嘉的 Aorus CO49DQ， 以下我们都简称 CO49DQ 吧。在外观设计上 ，CO49DQ 采用的是全黑的设计风格，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，一路黑到底。不过在底座上，依旧是采用了技嘉蛮有辨识度的鹰爪底座，一看就知道是技嘉的萤幕啊。而在安装上也蛮容易的，只有一个小重点，要注意盒装上有绿色的勾勾，标示 Open from this side， 从这边打开的这一面，不要开到箱子底部就好。打开箱子之后，先找到底座和支架，然后透过支架底部固定螺丝，把它们组合在一起。这个螺丝直接用手转就好，无需螺丝起子，给个好评。组装好之后，直接把支架插入萤幕背面的插槽，采用的是弹簧卡扣的设计，轻轻一压就扣上卡紧了。就算之后要拆下来，也是按下卡扣往上抬就下来了。拆装体验不错，简单容易。顺带一提，因为 CO49DQ 采用的是 QD OLED 的面板，在重量上相当起过往 LCD 背光的超宽萤幕来得轻，所以如果小心一点，这一台一个人安装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。盒装内也随附了2种规格的电源线材，一条 DP 以及一条 HDMI， 2条线材上都有 8K 的标示。HDMI 包装上也就直接贴了 Ultra High Speed 认证的贴纸，代表的就是可以达到48 Gbps 的传输速度。还有一条连接到电脑上的 USB 传输线材。对了 ，CO49DQ 也支援了 PIP、PBP 的功能，重点是也内建了 KVM， 可以透过一组键盘滑鼠就控制所有连到萤幕上的装置。这个等一下再来详细介绍。盒装内也随附了出厂简易的 sRGB 校正报告，表现我们等一下也来详测。这次在外观上 ，CO49DQ 的支架可以随意调整左右以及上下的俯仰倾角，高度上采用的是无段式的支架设计，也就是你想要停在哪个高度就停在哪个高度。滑轨上也不会太紧，只要扶着萤幕中间上下两侧就可以轻松调整。OSD 5象限按钮就是放在萤幕至中下方的位置。背面采用纯黑的背板设计，技嘉用了很多肌肉和线条勾勒出背板的利落感。不过以 gaming 来说，设计更偏向低调简约，但细节还是有的，像是在不同角度下，你可以隐约看到中间位置有个 Aorus logo， 下侧则有彩虹亮面的反射设计。在小背包上方则印着 Team Up Fight On 的标语，并且 CO49DQ 也是采用了内建变压器的设计，所以只要插上一条电源线就可以启动萤幕。不过 CO49DQ 并没有特别设计走线的通道，一般透过支架下方开孔穿出了设计。接着我们来看 I/O 接孔 ，CO49DQ 所有的接孔都只用在小背包右侧下方。小细节是接孔下面的这张贴纸，上面也都清楚标示了对应的接孔位置，所以只要稍微熟悉之后，就不用整个人趴下去插线，看一眼贴纸应该就可以盲插了。由左到右分别有一个 3.5mm 耳机接孔，2个 HDMI 2.1，HDMI 也支援 VRR 以及 ALLM， 一个 DP 1.4， 一个 USB-C 接孔，这个接孔可以同时输入也可以输出。如果你电脑上的 USB-C 接孔有支援影像输出，你就可以直接透过一条支援影像输出的 USB-C 线材，将画面输出到萤幕上。同理，如果你的手机有支援 DP Ultimo， 或是我们这边也实测 Samsung DeX， 目前也可以成功在 CO49DQ 上成功执行。顺手一插，直接处理文书，或是当成另一台小电脑来用，或是透过 PIP 或 PBP 把手机放在旁边也是蛮方便的。同时，这个 C 孔也可以成为 Upstreaming Port。
也就是透过这个 C 孔进行传输，并且提供18瓦的 PD 充电瓦数。接着是个 USB 连接孔，透过随附的这条线材，一端插在这里，另一端插上电脑，旁边这2个 USB 插孔就可以跟着电脑进行传输喽。此外 ，CO49DQ 也内建了2颗5瓦喇叭 ，OSD 当中也有3种音效模式可以选择，另外可以开启循环音效，片尾也提供外放表现让大家参考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带大家来看最重要的萤幕表现。技嘉这一台 Oros CO49DQ 在萤幕规格上还是非常强悍的，搭载的是一块32:9 5120×1440，也就是 DQHD 双 2K 的1800R 曲率超宽曲面显示器。显示技术上，也就是目前正热的 QD OLED 显示技术，并且支援最高144 Hz 的萤幕更新率，拥有10倍的显色。连接上也支援 AMD 的 FreeSync Premium Pro。而在低延迟上，就是 OLED 的一贯强项啦。官方标示的 GTG 反应时间为 0.03 毫秒，也拥有 VESA Display HDR True Black 400的认证。而最近大家在买萤幕的时候，一定会很常听到 QD OLED。QD OLED，QD OLED， 那到底什么是 QD OLED？ 这边我们也帮大家简单复习一下。如果想要把 QD OLED 到底是什么讲清楚，我觉得就要先来聊聊目前市售主流产品最顶级的2大显示技术阵营 OLED 和 Mini LED 背光到底是如何运作的。我们先说 Mini LED 到底是什么。简单来说 ，Mini LED 的本质就是 LCD 背光的显示技术，背后需要有光源点亮整个面板，而 Mini LED 就是后面那个光源，也是目前最新最强可以把面板点亮的技术。之所以会是最强，原因是 Mini LED 每个灯珠的体积都比传统 LCD 模组小超多，所以在同样面积下 ，Mini LED 的萤幕后面就可以塞入更多的灯珠，而灯珠的数量变多，看我们的画面就很清楚了，代表可以做到的控光分区也就越多，而有更多的分区，也就可以更细腻的呈现光影变化，并且 Mini LED 的一大优势就是亮度表现很强，而 OLED 阵营现在在电脑萤幕上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去年正式大量量产的 QD OLED 面板。这边要先厘清一个问题 ，QD OLED 和手机上的 OLED 或是 AMOLED 不同。手机上的 OLED 直接就是 RGB 的像素所组成，在显微镜下大概是长这个样子。但是从6寸的手机要变成生产49寸甚至更大的萤幕，良率就很难兼顾了。于是就出现了 WOLED 或是现在最新的 MLA、QD OLED 这些更偏向 OLED 背光的显示技术。QD OLED 前面的 QD 代表的就是 Quantum Dot， 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叫做量子点技术。透过这个技术，就可以同时做到更高的亮度以及更好的显色效果。所以讲重点 ，QD OLED 的运作原理大概是这样。QD OLED 后面的光源从 LCD 灯珠换成了一整片的蓝色 OLED 面板，然后前面覆盖着 QD 涂层。而当后面的蓝色 OLED 点亮的时候，就可以激发 QD 涂层产生红绿波长的颜色，蓝色直接透出。如此一来，就可以同时解决良率、亮度以及显色的问题。并且 QD OLED 的本质还是 OLED 嘛，所以当萤幕在显示黑色的时候，就可以达到真正的全黑。如果 Mini LED 是2000到3000分区的背光，那技嘉这块 QD OLED 萤幕拥有5120×1440，也就是700多万分区的背光。所以 OLED 也有着可以轻松呈现明暗对比，在肉眼上也会有更通透明亮的视觉感受。相较起 Mini LED、QD OLED 也不会有明显边缘光晕的问题。不过因为上面的盖板还是会有小小的折射，所以还是会有微微的小光晕啦。但跟 Mini LED 比起来，这不算什么。另外 QD OLED 面板目前在关闭萤幕之下会有略微偏灰，而不是全黑面板的感觉。但技嘉这一台在黑化处理其实还 OK， 当萤幕点亮之后，应该是很难察觉啦。接着我们也就不废话，直接进入到萤幕实测环节。这次 CO49DQ 在 OSD 当中提供了总共10种的显示模式，我列在画面上让大家参考。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实测环节，在原生色域模式下，基本上就是把色域覆盖撑好撑满的表现。经过我们实测，可以达到100%的 sRGB、96.9% 的 Adobe RGB、99% 的 DCI-P3 以及81.5% 的 BT2020， 这个色域覆盖是真的很顶。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，这个 ratio 表现大概是154%的 sRGB、113% 的 P3、CCT 大约落在6461K， 实测 Delta E 大约落在 1.0091， 非常准，在面板的极限性能上真的没话说。比较特别的是 CO49DQ 虽然没有独立的 P3 或是 Adobe RGB 显示模式，但是在 OSD 当中也提供了 DCI-P3 和 Adobe RGB 2档色域设定的选项。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拿来创作使用，我们这边也帮大家实测，
首先来自 sRGB 模式，经过我们实测 ，CO49DQ 在 sRGB 模式下可以达到95%的 sRGB 色域覆盖 ，CCT 达到6553K，CCT Delta E 只有0.03，非常准。这个数字小于2就是够准给过的意思，小于1就是很优秀的意思了。而0.03大家就自己感受一下了。不过色彩平均 Delta E 只有2.52，离小于2差了一点点，主要就是蓝色线缩有点过大了。而如果我们切换到 Adobe RGB 模式，这个时候就可以达到90.5%的 Adobe RGB 色域覆盖，实测 CCT Delta E 为0.05，不过色彩平均 Delta E 为2.97，意思就是 CO49DQ 这个色域选项应该只是做了对应线缩，没有特别进行校正。而在可视角上，这边也直接提供实测结果让大家参考咯。我们这边也透过随附的线材连接上几款装置实测连线规格。首先透过 DP1.4 连上 Windows 主机，最高可以达到5120x1440 144Hz 10位元的显示规格。接着透过 HDMI 2.1 线材连接上 Windows 主机，最高可以达到5120x1440 144Hz 12位元的显示规格。接着透过 HDMI 2.1 线材连接上 Xbox Series X， 在 OSD 里面就可以选择拉伸到满版的全萤幕和原尺寸两种模式。无论在哪个模式下，最高都可以达到 4K 120Hz 的影像规格，同时支援 HDR10、VRR 以及自动低延迟。接着透过 HDMI 2.1 线材连接上 PS5 主机，最高可以达到 4K 120Hz 规格，同时也支援 VRR 以及 ALLM。这边帮大家实测亮度表现，在 HDR 之下，全白画面亮度可以达到282尼特，50%面积下330尼特。约 25% 面积下接近400尼特，在 4.5% 之下更是可以达到890尼特，而在 2% 面积下的峰值可以超过1100尼特。接着我们这边也列出 SDR 之下的实测结果让大家参考。整体来说 ，CO49DQ 就是目前 QD OLED 的常规表现，全白画面300尼特左右的亮度，对于一般创作和游戏来说都已经非常够用了。重点 QD OLED 技术有着黑色不发光的特性，相比起 LCD， 在画面上这种复杂度更高的高对比场景显得更加游刃有余。此外 ，CO49DQ 也拥有 PIP 和 PBP 的功能。PIP 就是画中画的意思，开启之后就可以看到32:9是来自电脑，而左上角的 PIP 视窗就是来自 PS5。你也可以透过 OSD 调整讯号来源、视窗大小以及放置的位置、音讯来源切换等等。而 PBP 就是画面并排的意思，例如左边接的是 Windows 桌机，右边接的是 PS5， 同样可以透过 OSD 进行切换。值得一提的是 ，CO49DQ 也拥有好用的 KVM 功能。如果你同时拥有2台电脑，你可以左边的这台电脑透过 HDMI 或是 DP 线材连上萤幕，而右边第2台电脑透过高速 USB-C 接上萤幕。接着你再把键盘滑鼠也接上萤幕后面的 USB 接孔，接着你就会发现。键盘滑鼠现在可以控制左边这台电脑了，对吧？透过 OSD 的 KVM 切换按钮，萤幕就会自动切换到右边这台电脑。重点来了，现在键盘和滑鼠也可以直接操控右边这台电脑。KVM 的意思就是一套键盘滑鼠可以直接在2个不同装置上切换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目前 PIP 和 PBP 之下是无法开启 KVM 的，只能在2个全萤幕当中进行切换。不过你们看看这个画面，这种32:9超宽萤幕的最大价值就是可以达到2个27寸萤幕的显示面积，重点是无缝的将2个2K 144萤幕组在一起。这也是为什么32:9萤幕除了拿来玩游戏，也是许多剪辑师、影像创作者的梦幻一品啊。以我自己的工作流来说 ，CO49DQ 最大的优势还是这一块32:9的超宽萤幕。对于影像创作来说，双萤幕真的是基本操作，而32:9萤幕相当起双萤幕少了中间的萤幕边框。那少了萤幕边框差在哪里？以 Premiere 或是 After Effects 来说，这种影像创作软体最主要的组成大概就是剪辑轨道、预览画面以及各种控制面板3种区域。而如果是过往的双萤幕，你的轨道就是会被限制在16:9的画框当中。但是谁用谁知道，大专案剪起来，这个轨道长度真的不够，所以在32:9之下，你就不会受到边框限制，可以非常自由的排列轨道和所有的面板在整个工作区。我自己大概是画面上这样的排列设定。另外就是，如果要频繁的在一堆画面当中操作的环境，例如制作 AE 动画，或是事业做很大、股票操盘、写报告、整理资料，反正只要跟很多视窗有关的工作，
32:9的萤幕真心好用，无话可说。但我的良心建议是，入手之前还是要留意一下桌面的深度，因为这款是1800R 的曲率，所以曲面的优势就是只要距离正确，你几乎不用一直转头，只要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就可以操作整个萤幕。我自己的建议是，最少有75到80公分深以上会比较好。而玩游戏就不用多说了，本身就是32:9和 OLED 的强项，并且我自己体感 OLED 在玩一些快节奏 FPS 游戏，尤其你习惯甩枪的朋友，感觉会比 VA 更不晕一点。个人体感仅供参考。这边展示 Forza 5的画面给大家参考。接着再来看2077。这边也要提醒大家，虽然这是一块32:9的萤幕，但还是建议大家根据游戏的类型选择16:9、21:9和32:9，选择对你来说最舒服的比例才是王道啊。最后聊聊技嘉这块萤幕同样有做 OLED Care 的功能，比较实际来说，在 OSD 当中就可以看到 OLED Care 的选项，里面就有提供防烙印清理，也就是像素重新整理的功能，系统也会自动调暗维持不动的静态画面，也有自动像素位移等等。而在游戏辅助功能上 ，OSD 当中也有 Game Assist 选项，可以开启游戏和系统资讯的 OSD。大家比较关心的应该是准星辅助功能，总共有4个模式，都已经2024了，就不要再拿起笔在萤幕上画叉叉啦。对了，这块萤幕也可以透过 USB 线材连接上电脑后，透过 Gigabyte Control Center 直接调整和控制萤幕的设定选项，取代 OSD 的功能。目前用下来的功能也足够完整，想得起摇感也更加直觉顺畅。整体来说，技嘉这一台 Oros CO49DQ 在显示效果上就是稳稳的高阶 QD OLED 的表现，尤其在色域覆盖上非常强势。不过期待未来技嘉可以在 QD OLED 系列上直接内建 DCI P3 或是 Adobe RGB 的内建校色设定档，对于创作者来说会更加方便实用一点。但是在显示效果上绝对是可以满足的，经过我们校正后实测 Delta 1小于1完全不是问题。而在周边规格上也是该有的都有，给了2个 HDMI 2.1 接孔，一个 DP 1.4，还有一个 USB-C， 足够实用。重点是还内建了 KVM， 不过目前并无法在 PPP 之下切换 KVM， 稍微可惜，并且内建的2个无瓦喇叭表现也是比预期的好。最后依照惯例来聊一聊我对 CO49DQ 的3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和期待的话。第一，安装简单，体验很好，一个人也能完成，卡扣和滑轨都足够流畅。而相对的，目前 CO49DQ 感觉有点太过低调了，或许加上 RGB 背光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第2和第3，我觉得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，这2个都比较偏向解决方案的期待。我自己蛮期待市场上赶快有 DUHD， 也就是双 4K 的 OLED 解决方案可以选择。最后一个是目前更新率是144Hz， 感觉也可以上到240Hz 的方案。好啦，本期节目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测最多的数据和体验了。如果还有什么问题或是我们没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